总的来说，功放的 Hi-Fi 用料把稳定性和一致性拉满，音箱靠老厂的调音把整体的平衡拿捏住，两边都是在做减法，减掉噪声和不稳定，留下的才是音乐本身，这不就是 Hi-Fi 发烧友追求的吗？各位大家好啊！上一期试听片我们已经把这套穷人 Hi-Fi 听得很清楚，它的核心气质就是稳、干净、有控制力，而且不装腔作势。但声音从来不是玄学，每一个听感的背后都有一定的结构与设计在负责。所以今天这期我们不聊感动，不聊情怀，直接把它们拆开，把证据摆在桌子上。兄弟们，还是老规矩啊，先拆再讲电路和器件。看因果链，因为测试为了了解，猜是为了真相。把电路讲明白，把元件看清楚，才可以知道好声音从哪里来。这些产品的拆解有丢失保修的风险啊，请大家不要模仿啊。我们先从这款达尼博瑞1的音箱开始，因为无源音箱它是两只音箱对称的，里面的器件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拆其中的一只就可以了。固定这个中低音喇叭一共用了7颗螺丝，每颗螺丝上面都有达尼的品牌 logo， 这是定制的螺丝啊。它的连接线是用的插件插上去的。取下它的中低音喇叭，卸掉高音上面的4颗螺丝，有2颗是定制螺丝，有2颗是加长的普通螺丝。高音喇叭同样是插线插上去的。这个就是它的高音单元，箱体的内部填充了吸音棉了，有2块。卸掉喇叭接线柱4颗螺丝，拿出它的喇叭接线柱，倒响管我们也把它取下来。音箱的前帐板厚度15毫米，后帐板厚度同样是15毫米，整个箱体的扎实程度是过硬的。黄铜的4毫米喇叭接线柱，在接线盒上面用螺丝固定紧，然后用黑胶把它再固定一遍。低音喇叭的连接线上面有加厚的缓震抛棉，喇叭的分频器2个电感，3个水泥电阻，2颗电容。这种无源音箱它的分频器是根据喇叭的阻抗和箱体的容积来进行设计的，这个不是随便 DIY 一个就可以把喇叭的频响曲线做好的。这一支达尼的中低音喇叭，正盆是达尼的经典的轻量化正盆，内部是黄颜色的弹拨。喇叭的骨架它是用的铁质的，然后进行折弯处理，就是减小这个喇叭大声量的时候喇叭骨架的震动。毕竟是达尼的入门款型号，这个是没有用到铝柱架的。喇叭的背面就是达尼的标签，上面有 ID 编码，侧面还有一个编码标签。整个喇叭的做工细节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支高音的做工，我觉得比这个中低音的做工要好很多啊。同样的喇叭背面是有达尼的标签的，软球顶的振膜做工细节很到位。这就是这一支达尼博瑞1音箱的拆解啊。音箱的结构虽然很简单，但是要把声音做好是很难的，资深的音响发烧友都是理解的。我们现在就是来拆这一台超伟的 A1 小甲类功放。这个是音箱上盖6颗螺丝，黑化的铝合金材料，厚度是3毫米。给大家看一下它内部的电路做工细节，整个主板一看就是对称的布局啊，做工非常的规整，环流的细节，走线的细节，4颗水塘电容的细节，总电源开关的细节，还有电位器的细节，内部元器件布局非常的规整。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全部都拆散啊。
兄弟们，我把音箱和功放全部都拆开了。我搭配的这一套系统其实就2条电路，功放负责把电供稳，输出有控制力；音箱负责让高音和中低音在分频点交接不打架，才可以听到稳、干净、声响清楚。这些从来不是某一颗器件的功劳，而是整套系统规则必须立得住。咱们重点说音箱的分频器，这里就几颗电容、几个电感，再加几颗水泥电阻，感觉很简单。但是音箱要把声音做好是很难的，难点根本就不在焊接啊，而在系统调教。第一，分频器不只是在切频率，它处理的是2支单元在分频点附近的幅度、相位、时间对齐。如果对不齐的话，就会出现人声薄、节相飘，声场就塌了。第二，分频器必须和箱体绑在一起调，箱体容积、刀箱孔的调谐会直接决定低频的谐振点、Q 值和相位变化。同一支中低音单元换个容积，换个调谐，分频器的参数不改，声音就能从紧实变闷，从厚变薄。第三，分频器还得替单元和箱体擦屁股。中低音上面的毛刺、箱体的共振、驻波、指向性的差异，都会把分频点搞得很难看。要用斜率、阻尼，甚至一些补偿，把这些问题压下去，声音才会耐听。大家看博瑞一的这个套分频器，台湾本尼克电子旗下 Sounder 无极电解电容 3.9 微法和 8.2 微法，配2颗电感，属于2分频的基本骨架， 3.9 欧和 2.2 欧3颗水泥电阻，更像是把高音电频收住，让整体平衡更耐听。别看器件不多，但想把交接做顺，把相位对齐，把箱体的影响一起管住，这才是音箱最难的地方。兄弟们，音箱这边把分工规则立住了，接下来咱们就看功放，它怎么把能量送进去，而且送得稳，送得干净。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外围器件，输入保险用的是美国利特奥维斯出品的易安250伏慢熔管状保险丝，做过流保护。模拟输入端子采用双莲花镀金模座，输入前端用的是美国德州仪器出品的 TL074CN 经典 GF 输入4音放芯片，做输入处理缓冲。再配一颗日本阿尔卑斯出品的27型 50K 电位器，这一套组合的核心价值就是左右声道一致性和音量调节的犀利。4毫米喇叭输出端子用的是德国赫斯曼出品的高品质连接器，电源主开关也是日本阿尔卑斯出品的产品，这种位置用阿尔卑斯为的是接触可靠，寿命和一致性更稳。再看电源部分，环流变压器是定制的，中心抽头双路输出，交流电压19伏。这类线性供电整流滤波后，它的电源轨大概是在直流正负25伏这个量级。整流用的是4颗美国安森美半导体出品的 MUR420 快恢复2极管，目的很明确，把公频整流里那些反向恢复尖峰和高频垃圾压下去，让后面的滤波更容易做干净。水塘电容用的是日本红宝石电子出品的 USC 系列50伏10000微法4颗，储能滤波直接堆满，功放听起来有密度有控制力，就是这4颗水塘电容的功劳。4颗水塘电容之间串了2颗爱尔兰泰克电子出品的 0.47 欧姆功率电阻，也就是典型的 CRC 滤波电路，让后级供电母线更干净更稳定。整机的 0.25 瓦的电阻全部采用日本 KOA 出品的插件电阻，棕色的1瓦的电阻采用的是美国威视半导体出品的插件电阻。高端电阻在功放上的使用带来的不是玄学加成，而是噪声更低，漂移更小，左右声道更加的一致，长期更加稳定。电源讲完，我们看功放通道本身，这块板子左右声道是完全对称的结构，属于音乐传真 A1 经典的互补推挽功放路线。功率输出用的是意法半导体出品的 TIP35C、TIP36C 互补对管，负责最后的大电流输出。输出级功放对管的中间，这里有2颗英国 TT 电子出品维尔文 W31 系列 0.22 欧姆的功率电阻，这个是发射级电阻，作用就是均流、热稳定、抑制热失控。旁边有2颗很小的独时电容，适应是 22J， 专门压输出级的超高频振铃和寄生震荡。2颗日本红宝石电子的 YXF 系列47微法50伏电解电容，用于缩小高频电流环路面积，降低供电阻抗，避免大动态高频顺态时电源线路的抖动导致环路不稳。再往前一级
是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出品的经典 BD135、BD136 3极管，负责把前端的小信号放大，变成能把大功率管推得动、推得稳的驱动电流。两个小管子旁边各配置一颗680皮法聚苯乙烯电容，用来保证高频相位预量，防刺激、防毛刺，让大动态时依然稳不毛躁。再往前是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出品的 BC547、BC557，一堆小信号3极管，承担横流源、放大极、偏置和反馈相关的角色。他们负责线性、工作点稳定、失真压制以及热了会不会飘。旁边3颗台湾智宝电子10微法50伏的电解电容，给差分、放大极去做去偶和时间常数，锁工作点、压抖动。输入端这2颗台湾智宝电子10微法50伏电解电容，搭配一颗330皮法聚苯乙烯电容，主要负责隔值、定低频边界，同时把射频垃圾在入口就旁路掉，让前端更干净。最后看输出端，德国威马电子出品 0.1 微法100伏薄膜电容，这是经典的音频补匹电容啊。再加上英国 TT 电子出品维尔文 W211 系列 3.3 欧姆功率电阻，两者一起组成典型的周表阻抗补偿网络，也可以说是阻容吸收网络，就是给高频找个可控的泄放通道，让功放不挑线不挑音箱。兄弟们，最后收个口，视听篇我们听到的稳、干净、有控制力，它不是某一个器材带来的，而是功放、音箱两边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不确定性清掉。先说功放这边，发烧友在乎的 HiFi 好料，它的意义其实很直观，更安静、更稳定、更一致，也更耐用。你看它的电阻体系就很 HiFi，KOA 和威士的插件电阻，泰科和维尔文关键位置的功率电阻，带来的不是甜一点，而是热了不飘，2声道不跑，背景噪声更低。再加上日本阿尔卑斯的开关和电位器，德州仪器的经典四运放，安森美的整流2极管，意法半导体的功放对管，这些发烧器件的使用，整机的核心诉求就是音质的长期稳定。再说音箱这边，达尼的博瑞1，这就是老牌音箱厂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靠堆一堆复杂的元件来讨好你，而是靠多年的调教经验，把声音调得顺，调得耐听。达尼这种老厂做出来的经典箱子一抓一大把，他们的强项就是在拿捏的刚刚好，声音不尖不糊，衔接顺，久听不累。总的来说，功放的 HiFi 用料把稳定性和一致性拉满，音箱靠老厂的调音把整体的平衡拿捏住，两边都是在做减法，减掉噪声和不稳定，留下的才是音乐本身，这不就是 HiFi 发烧友追求的吗？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李火车仔，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